我们到北海道了，我们这次也是自驾，我们每一次都是在这个 Tabilai 这个网站做预约，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租车比价网，就是上面会有各种车子的公司，然后我们基本上每次都是选最便宜的。我们本来是要租那种 K car， 就是很小台的车，结果他竟然给我们一台很大台7人座的德利卡，7天只要6300块台币，很便宜，等于一天不到1000块哦。这个网站它的日文版会比中文版还要便宜，可以注意看看。你可以先在中文版那边先把选项都看过，再去日文版那边选。那我们现在就要去吃萨玛汤咖喱。这个糍粑 key 很好用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点这样，然后300块，2个人，超级丰盛，而且它的景很好，然后停车也免费。水，那你喝左边。不然呢？有喝到那个温泉的感觉。有臭臭吗？也有，那我不要喝。温热热。对，润润的。就是很像你泡温泉，然后不小心喝到感觉。我知道你。
这是昭和40年，1965年的时候的照片。以前的地龙是混浴，没有分男汤女汤，就是大家都一起，就会这样。就这样，大家都没有穿衣服哦。昭和30年的时候，这是昭和20年的时候的画。这里1858年就有了，就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。这是以前的报纸。我觉得这个走廊很有趣，它就是放很多这些照片跟画。但是以前会有这个表演，现在没有了，他们现在把这个收起来。我觉得那个喝完温泉水有点想吐，尤其是喝完之后又闻到这边那个臭臭硫磺味。喝的时候还好啊，但是这边就是看，我觉得大家不要喝比较好。因为日本这边的温泉都是会分男汤跟女汤，然后都是全裸的，所以它里面是不可以进行任何拍摄的。那我们就用照片的方式给大家看。地龙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温泉饭店，它有很多池，女生这边好像有13池左右，男生那边有16池左右，各式各样的池，各式各样的温度，然后有很多种天然的温泉，有躺着的汤，有坐着的汤，有室内的汤，有户外的汤，然后也有三温暖，也有蒸汽室。那男生那边的景特别漂亮，可以看到地狱谷，就是俯瞰整个地狱谷这样。对，然后那个挑高很高，所以整个空间感很大。对，女生比较多是那种造景，然后也很漂亮。那如果你有在日本泡过温泉的经验，我觉得你一定会喜欢地龙，一定要去。它就是一个超大温泉，你可以在那边玩很久。那如果你是还没有在日本泡过温泉的话，也不用太担心，因为你去泡温泉的时候不用带任何东西，你只要带钱就好。它里面会有毛巾提供给你，你就不用穿衣服，所以什么东西都不用带，也不用泳帽，不用泳衣，什么都不用。它里面也会有水可以喝，然后有保养品，对，它有沐浴乳，你想得到的沐浴乳、洗发乳、润发乳、脸的精华、脸的乳液，什么什么都有，就很方便。基本上我就只带一个鲨鱼夹啦，就把头发夹起来，其他东西都不用带。再来是你也不用太担心会有人看你，因为那个空间是你一走进去，你就可以全裸了，就是那个瞬间，然后大家都根本不在乎你怎么样，没有人会看你，就是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放松，然后不用在乎任何事情的一个地方。我今天发现其实还蛮多人会带小孩的，我就有看到至少5个以上，就是刚学会走路的小朋友，推荐给大家，超棒哦！补充蛋白质，靠，好快！
はタロイモタロイモの書いてあるとお餅と塩漬けラーメン合うと嬉しい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。何やかどうかは考えたらおやつね食べてね。また今度ここで大事。こっちに来てるかどうかわからないから。こちらから五輪中かもしれない。五輪中してるかもしれない。五輪中してるかもしれない。元気ね。頑張ります一応。来ることを信じて。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我们来这个 Polo 的湖，就在百老的市区旁边而已，超级近。这个 higuma 是棕熊的意思，就是比较凶狠的那种熊。但都有老人带狗了，应该是没问题吧。这里太漂亮了，我们来架个脚架拍照。退一下，或是你有看到吗？它是公的，有鹿角。不会有熊要吃它，然后熊发现我更好吃吗？哎呀！好可爱哦！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它跟我们车子有多近。就是我们现在在这，然后我们的车直接就在道路旁边，就在这，很可爱哦。它有看到我们，但它好像不太在乎，在抓痒。我可能第一次这么近的看这样子的野生动物，有一次在绿岛，也是公鹿，也很大只，但我觉得没有它这么大只。我们之前看的是公的梅花鹿，它真的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品种，但它真的特别大只。有一个路人用熊铃，然后鹿去接近它了。他是没有发现。哇，他要上来了！我靠！天哪！那个神兽哎！刚刚有个日本人走过去，然后他完全不在意这只鹿，他们超近的，他就走过去了。是
我不知道，它是很常见的品种吗？好像对他来说，好像看到狗走过去一样。有想过生态很好，但生态也太好了吧？对。但我觉得有这么大的生物，是不是代表这里也真的一定会有熊？因为它感觉蛮好吃的啊。对，感觉。我刚刚其实有一度以为那是熊的屁股，对，因为毛毛啊，对，我觉得这里很棒。它的声音。我觉得这里很棒，要来，离百老车站大概5分钟车程，然后很多停车位，很方便，推荐。真的觉得百老真的是太酷了。我们这2天看到3次狐狸，然后又看到1次刚刚这个野生的鹿，而且我们才开进来这个湖的森林公园，才几分钟而已，就遇到了。这里真的很神奇，我觉得慢慢待在这里，应该还会再看到更多的东西。太可爱了。こんにちは。台湾から来ました。难怪刚刚那个人没有反应。像一个长脚的狗狗在路边。对啊，就在路边吃草。这里有多路边给大家看，就是一个建筑。这里甚至还在施工呢。一个停车场。然后就是路边。有那个交通队在处理，有人的车就是整个翻过来在路边，没有看到人，不知道是不是为了闪路翻车。这里也很暗，没有路灯。对，要小心。行李放这里，门口清理，然后浴室，哦，这间是没有浴缸的耶。
这是什么？这是地毯，我感觉是我们右后方的。这个它慢了一点点。应该是它吧？13度，其实就有点热了。你穿这样刚好吗？我穿羽绒外套啊，有点热，所以我这样子，这样子太热了，这样子比较好。打开。好像可以再大一点点。太长。哦，好像有点太大，那应该是刚那个刚好。宵夜时段，应该吃得下。应该吃吧。目前做过3间冬眠营，这间的大浴场是我泡过最小的，女生只有3尺。男生的正常，不会觉得小。有种李小璐这边地段比较贵的感觉。因为我们出去就是商店街。对，但也还是很舒服。男生还是有冷水池跟桑拿，但女生就没有。没关系，因为听说这边的早餐是最厉害的早餐，我们就期待。早安，小 B。早安。这个好像是可以在这边收集这几只河童，有大家的名。他是穿比基尼的。它长得比较特别一点。
觉得很舒服很棒。男汤跟女汤是完全不一样的设置，然后它某一个时段的时候会交换，所以我们刚刚泡的东西都是不太一样的。如果2个楼层都想要泡到的话，我觉得可以住这里，感觉也蛮好的。气氛很好。它没有到很小间，也没有到很大间那种饭店式，我觉得算在中间。很多落地窗都看得到很多大自然，蛮推荐的。它太可爱了，它还有一个草草。我们来这个风平峡温泉，听说它里面的印度咖喱很好吃，来吃吃看。刚刚回来札幌之后，觉得很累，在车上眯一下，结果我们眯了10分钟。傻眼，太好睡了。然后又吃得很好吃。生的干，很浓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，真的有壳的感觉。很行。然后我本来就吃过蛋壳。好，说的也是，你在台湾也会吃水煮蛋。那我来试看看。对啊，很简单。好。会爆浆。先跟大家分享泡温泉我自己的经验。我自己在泡温泉的顺序是先洗澡，把自己洗得很干净，香喷喷，之后就先去找热水中最不热的那个温泉，先下去暖个身，好让身体有个基础温度起来之后，我就去找冷水，好，可能你有冷水池，或者是你去莲蓬头开最冷的水冲在身上，把自己稍微降个温，之后就去桑拿房。桑拿房就是烤箱啦，把自己的体温烤高之后，全身都是汗，汗都逼出来，全身那个手臂都是那个汗珠，之后出来拿冷水浇灌一次，把汗水洗掉之后，跳到冷水池里面，全身浸泡到冷水池里面。但是因为你的体温超级高，所以进去之后你就哇，超级舒服。桑拿房我可能会待3到4分钟，然后冷水池我可能也会待一样的时间，然后起来之后全身冰冰的，对不对？直接去最热的那个池，砰下去，冰火5重天，一定要坐下去让那个水满出来。不可以啦。
因为那边我们今天去的都是那种个人的汤啦，就是像一个碗，一人一个碗的那种感觉，砰下去，然后这样子，好，听起来这样就半个小时。对，然后跑，全身很热很热之后起来之后，我们再重复一次，再去冷水池浇灌，然后再去桑拿房，温度升高。但今天很特别是，桑拿完出来第2轮的时候，我人进到冷水池，哇的时候，怎么一个人跟着我进来？好，那个冷水池就是一个正方形，我坐在这里，然后那个人坐在这里，我们就坐满了，不能再坐，可能就坐满了。好，他就进来跟我尬，一个日本人，年纪可能跟我差不多，我没戴眼镜，但应该跟我差不多。我就不要起来，你起来就输了。然后那次是我泡最久的一次，你很可能4、5分钟，前面都很舒服，后面开始抖，不能抖，要忍住，忍住，那他有抖吗？我没戴眼镜，看不到。对，最后我真的不行了，我就起来，然后就是装作冷静，对我真的很冷静的起来。可是我是先进来的人，我找他大概30秒，然后我起来之后，他差不多应该就起来了。然后起来之后，我就再去另外一个也是很热的池，这样坐下去，本来应该很热，就坐下去是温的，因为我身体超冰的，我就在那边做最后的加热，这样子，然后起来哇，超舒服。然后这样一下子1个小时就过了。然后如果你去的地方池子更多的话，你就可以花更多时间去玩。我有觉得我好像越泡越久，因为我以前泡一下下就觉得很热会想起来，但我现在会去喝冰水，我也会去泡一下冷水池。我今天中间起来还有偷偷去吃冰棒，偷偷吃了2根冰棒。你说一次吃2根吗？对啊，因为我要顺便洗衣服啦，然后等衣服，然后吃个冰棒，然后看个电视。你是把多米应用的淋漓尽致的人。对，所以很推荐大家来多米印住，但是每一间的池子或男汤、女汤的那些数量不太一样，要自己做功课。教学结束。教学结束，拜拜。你很可爱耶，大丫丫。800块。戴这个帽子可以保护我们的头发，然后使用之前可以进水让它湿湿的，可以泡比较久。
常厉害。这件是这个 GU 的新衣服，我觉得很好看，这样子外套400块台币。プレゼント。タロイモのパイです。タロイモのパイ。はい、台中の名産です。とても美味しい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お口に合うと嬉しいです。どうしてそんなに日本語上手去年の10月から勉強しています。すごいな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Even Japanese is very good. 嬉しい。ああ、すごい。我们刚刚吃完了 Airbnb 的主人帮我们准备的早餐，很好吃，也跟他们小聊了一下。他们竟然已经77岁了，有点吓到我。他们2个都是小时候开始就很喜欢棒球的人，然后因为非常的喜欢棒球，所以他们就决定搬到北光岛这边，因为这边有个新的棒球场，我会很推荐喜欢棒球的人来这边住。这边也有台湾的选手，我们刚刚有送他们芋头酥。我其实来日本之前，我有问过我的日文老师，芋头酥是一个适合送日本人的东西吗？老师是说台湾的芋头是比日本还大颗的芋头，咸蛋黄好像是日本很少见的食材，我们目前这样子送过来，就只有开生鱼片店的老夫妻他们知道咸蛋黄，其他都不知道。但是我的老师是说他觉得都是他被亚斯伊的东西，他也很喜欢这样子。北海道这边冬天的雪是会下很大，会一直有积雪的。男主人是可以每天铲雪的，自己铲雪，非常的 genki des， 很厉害。我很推荐大家来这边和他们一起住，一起聊天哦。我们昨天经过这里的时候，就是在想这棵树是什么，因为他们这边日本的枫叶有2种讲法，一个是 koyo， 就是红叶，其实还蛮多树都会变红的。那另外一个就是 momiji， 就是专门讲枫叶。然后最近大部分是其他的树都有变红，但枫叶，还蛮多是绿色的，或是绿绿橘橘，还没有很红。结果我们仔细一看，这棵竟然是枫叶，它是真的momiji。
看到很大只的苍鹭，就停在我们露田温泉前面的树上，这边很漂亮哎，前面的景是一片森林，然后很漂亮，然后远远还有候车会开过去，会有电车一直开过去，很疗愈的声音。如果有来北光岛，我觉得很推荐，推荐给大家。好。おかえりなさい。おかえり。楽しかったですか？楽しかったです。ああ、もうよかったですか？よかった。落ち着きました。綺麗です。電車を見ました。電車通りました。はい。イエーイ。ありがとう。頑張ります。また今度ここで泊まりたいです。また来てください。お元気で。お仕事頑張って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気をつけて。はい。Be careful. OK。またね。ずっと元気でいてね。またまた。Next time. はい。OK。バイバイ。Bye bye. Take care. 又多一个想要再回来的地方。刚刚他们挥手挥到最后一刻，哎，这是我的后照镜，真的剩他们好小好小好小，他们都还在挥手。下次见。最后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才开始下雨。
湾温泉赶路中。它的温泉我觉得蛮完整的，烤箱也有，蒸汽房也有，冷水池也有。这个机场的温泉蛮特别的是，你可以一边泡温泉，然后在露天风吕那边看到飞机，但我刚好没看到，但我有看到，还蛮多的，可能看个5、6台。好好，很特别，就是你在机场的顶楼，然后大家裸体在那边泡温泉。它没有到超便宜，可是我觉得是蛮特别的体验，就是在这边等飞机，你不用怕无聊，推荐给大家。我们买了这个要抽奖送给大家，一共有4盒。抽奖的方式就是去我的 IG 抽奖的那篇贴文留言，留任何的留言都可以，我们就会抽出4个人。